彭丽媛一身戎装，威风凛凛的旧照片曾经火爆网络。这哪是舞台上压轴出场的温婉夫人，这明明是能带兵冲锋的女将军啊！可是，一转眼间，风向说变就变。最新传来的劲爆内幕，习近平的皇帝梦到了梦醒时分，彭皇后的军权也悄悄被拿下了，因为有人在重新排兵布阵。谁有这么大的本事？传说中的军中不倒侠张幼霞也。从昔日的巾帼女将，传说中的洪都女皇，到今朝的英姿不在，军中无声，彭丽媛这是从夫唱妇随走到无戏可唱了吗？可别忘了，高手在民间啊，还真有人给他支了最后一招。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我是邵峰。第一夫人民歌天后彭丽媛，您以为只是舞台上的一朵文艺之花，那您可就小看人家了。她出任过总政歌舞团团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去年就有港媒披露，彭丽媛又有了军中新职，还有照片为证。只见彭大将军身穿军装，佩戴少将军衔，站在一群毕恭毕敬的陪行军人当中。照片还附上一段标注说，这是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彭丽媛来校研究高阶人才队伍建设。照片的拍摄时间和地点也有人知道。据原海军司令部参谋姚成爆料，时间是2023年，地点是位于湖北武汉的海军工程大学。公开资料显示，这个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其实2016年才横空出世。他的本职工作其实也很简单，负责给将军们打分、贴金、盖章，堪称军界升迁的生死判官。他们的考核结果决定着哪些人可以平步青云，哪些人该回家抱孙子去了。虽然彭丽媛只是个专员，什么主任、副主任的，恐怕都怕他给老习吹耳边风，到时候自己的军帽就不保了。所以这个委员会到底谁说了算？那不是明摆着吗？彭大将军不仅能唱在希望的田野上，还能顺手把哪个倒霉的将军带到那里，深耕10年不准升迁。另外，传说中中南海还有个彭办，气场不输习办。听说老军头们早已气得直拍桌子，打仗我们来，考核还得让歌星来，唱歌的负责打分，打仗的还得排队领分数，这都啥世道？我们拿枪的怎么轮到要看拿麦克风的脸色了？我说老张啊，你们哥几个能不能把那个戏班子从军委里请出去？习近平可能在后头还偷着乐呢，这活我谁都不放心，就放心我家那口子。其实我老伴在军中早就悄咪咪的干了8年大事了，我就是没告诉你们。谁在背后骂我无能，我都让彭妈妈给他打个不及格，直接发配边疆吃土豆去。那个时候的风平浪静是假象，军帽底下全是哗哗的算盘声。明面上习近平还是主帅，实际上张幼霞已经开始点兵，只是战报还不那么明显。可老话说得好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习近平现在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架空了。除了习在军中的左膀右臂被砍以外，最近再传彭丽媛在军中的这个肥差也被拿下。夫人这么一撤，可不是简单的不干了，这是被请出去的节奏啊。现在军中谁当家？3个字，张大侠。这位张副主席不仅稳坐中军帐，还不断地把嫡系从4面8方往身边塞，从火箭军到武警再到军委，全是张老爷子的老部下和老战友啊。军中这是清军策还是换老板呢？你懂的。一起看看军中最近的人事变动。
中将曹军章疑似顶替王春宁当上武警司令。王春宁呢，即使是彭丽媛的老乡也保不住了。而曹的背景呢，简单一句话，张幼霞的第13军嫡系老部下。再往前追，傅文化从北京卫戍区被提拔过来，现在稳稳地当上武警副司令，还升了中将。他也是张的心腹旧部，这两人的位置可不是谁都能碰的，那是一脚踏进中南海的核心防线。现在这个配置稳了，这不是张家军，你说是啥？再看看中央军委里还剩下谁？除了习近平，原6人里已有3人出事，包括中共原国防部长李尚福、原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还有那位已经人间蒸发的副主席何卫东。剩下的3人呢？张幼霞、军纪委书记张生明和联合参谋长刘振立。说到张生明，这位出身火箭军和张幼霞交情不一般，受过张的支持和提携，有足够的动机倒向张。据报他已经接替落马的苗华，主管政治工作部，甚至不排除兼任主任。而刘振立就更不用说了，那是和张幼霞一起扛过枪，在越战中打过仗的老下属。现在风向标很明显，军中全换上张大帅的自己人，全是张家军嫡系人马。那孤家寡人的习近平去哪了？估计是退伍在即，怎么办呢？看看如今的情势，习近平的军中势力大踏步撤退，彭丽媛的军权小船说翻就翻。以前是军装一穿，走到哪儿都带风，现在是群组被踢，走到哪儿都没戏。真的没戏了吗？开头我们卖的关子，现在要揭晓答案了。其实习近平还有最后一张牌可以打。要是彭丽媛能够听见民间的呼声，这场水煮沉浮的大戏中会加演这么一幕：中南海某夜，一壶普洱滚烫冒烟，彭丽媛放下茶杯，语气中带点急切：老习呀，我跟你说句实在的，现在你这军权啊，是个挂名董事，实际经营权已经被张幼霞拿走了。习近平皱眉叹气：我这主席当的怎么越当越像装饰品了？彭丽媛更加语重心长：你得换个思路啊，这枪杆子咱是握不住了，但咱还有一招，民心。你想啊，那些人毕竟还是在暗中掌权，明面上你还是老大嘛。趁现在他们还没想好怎么给共产党收摊，你要是这时候突然跳出来说，我们不要共产党了，咱们搞民主，咱竞选去，那叫一个先下手为强，你转型抢跑啊。在民主社会，得民心者得天下，你这要是宣布抛弃共产党，搞民主选举，你说不定还真能众望所归，高票当选个大总统呢。那可是从独裁者摇身一变人民选的，多气派啊！习近平半信半疑：这不是政变吗？彭丽媛眨眨眼：不叫政变，这叫转型。反正你现在也打不过人家了，不如转身靠选票，等历史一翻篇，全是你主动求变的光辉形象，多体面啊！习近平低头沉思，仿佛已经在脑中设计新时代竞选口号去了。接下来的一幕就是习近平幻想参选拉票的小剧场版本了。这当然不过是一个美好的心愿，一场和平转身的幻想剧本。观众朋友，在军权旁落、内斗暗涌的当下，您觉得习近平能选择放下铁腕，拥抱民意吗？毕竟比起被人赶下台，不如自己主动走下台。转身的那一刻，也许不是失败，而是历史留名的机会。只是习是否愿意看到、愿意选择，仍是未知数。在北京的深层博弈中，就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曾几何时，在习近平的一尊时代，彭丽媛也成了中南海的女主人。但如今风水轮流转，
随着习总风光不再，彭夫人也只好完成从国母到陪玩的微妙转身。最近，她陪巴西第一夫人罗桑热拉参观国家大剧院，说话不提老公，场面不见茶叙，连官媒报道都从会见变成陪同。对比2023年同样接待罗桑热拉的场景，差距可大了去了。那时候是高规格官方风，彭丽媛俨然半个女主政，如今味道变了，分量也轻了。这场文化交流其实是权力退潮的缩影。习近平不再一手遮天，第一夫人也难续贵妇权威，回归日常模式。夫人外交也得看老公气场撑不撑得住。习近平这次去俄罗斯也没带彭丽媛，而过往这张夫人牌那可是场场必打的。第一夫人既能在纽约著名的茱莉亚音乐学院开金嗓清唱，博得满堂彩，又能在联合国以一口流利的英文演讲，实在是太给习脸上贴金了。去年彭丽媛陪习近平访问欧洲，一身红裙第一站亮相法国巴黎，被法媒评价为优雅端庄、热衷政治、忠于国家意识形态。专业捧哏的中共外长王毅也总结道，夫人外交是访问的亮点，彭丽媛的魅力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而在国内，习近平登基之前，老婆可是比他的名气要大得多。彭丽媛虽然淡出演艺圈，但她凭借着个人魅力、亲民形象与受欢迎的程度，并与习近平一起频频撒狗粮、秀恩爱、荡秋千、牵手、对望。如果真的不是在作秀，还真叫人又相信爱情了呢。彭丽媛把习近平衬托出是一个人畜无害、注重家庭的好男人形象，被视为是习近平赢得民心和军队的秘密武器。彭丽媛出生于1962年，来自山东省菏泽市运城县的一个艺术家庭。他的爸爸彭龙坤多才多艺，在工作之余爱写剧本，后来当上了运城县文化馆的馆长。妈妈则是运城县豫剧团的台柱子，家里还有一弟一妹。因为妈妈常到乡下演出，小彭丽媛也跟着坐剧团的牛车四处漂泊。环球人物2011年的一篇文章，通过采访彭家的邻居魏忠平，透露了彭丽媛一家在文革期间遭受的迫害。那时候，由于彭丽媛的舅舅等亲属在台湾有海外关系，加上家庭出身不好，外公还是地主，全家妥妥的成为黑五类。彭丽媛当文化馆馆长的爸爸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没少挨批斗。本为剧团台柱子的妈妈也成了牛鬼蛇神，被赶下舞台。夫妇俩带着孩子们是吃尽了苦头。彭丽媛虽然经历了黑色的童年，但老天爷赏饭吃，给了她一副金嗓子。她3岁就能唱完整的歌曲，5岁就能登台演唱大段的山东梆子，15岁考上山东艺术学院中专部，18岁参军到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22岁调入总政歌舞团。期间他还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最终获得硕士学位。彭丽媛从此一路开挂，文职的彭大将军，最终成为国家1级演员和著名的民族声乐家，这很符合他自己对成功的看法。1999年，彭丽媛在接受一个香港脱口秀节目的采访时表示，演艺界的成功就是成名，让人人都认识你。20大过后，习近平打破了许多规矩，政治局委员本来有1名女性，但没有；副总理应该有1名女性，也没有；政治局委员应该有25个，结果是24个。这缺了的一个的虚位留给谁啊？他等待的是彭丽媛，可能希望彭丽媛能像江青那样进入政治局。结果现在看，习近平的一切计划都落空了。彭丽媛和江青都属虎，都来自山东大地。
两位小家碧玉的文艺工作者都遇见了追星的洪朝皇帝，可惜他们都没有生出儿子继承王位，注定当不上皇太后。彭丽媛的家乡在山东省菏泽市运城张营街道彭庄村，民间有个传说，说这个村100年前就被称作凤凰村，说是要出个皇后。据说吕后的家乡也在这附近，看来江青住的也不远。看来毛泽东和习近平都是选择相信枕边人，都要硬开夫妻店。江青虽默默无闻10几年，但当年老毛提拔他，那可是一步到位的，从普通共产党员一口气提到政治局委员，终于在文革的历史舞台上让江青大显身手。而彭丽媛这边也是，虽一直貌似与政治扯不上边，没想到一鸣惊人。如果不是老习不行了，他可是一把牢牢地抓住了军队的用人权。江青最终成为了政治的玩物，令人唏嘘。不过说他祸国殃民，实际上是为毛泽东背了黑锅，所以江青在受审时才会歇斯底里地咆哮：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我咬谁我就咬谁。而现在的形势，看来彭丽媛是当不上第2个洪都女皇了。不过想想，说不定这还是件好事。中共军界的宫心计大戏仍在热播中，表面波澜不惊，实则水底鲨鱼乱窜。这末代洪朝的大结局，我们或许即将看到。如果习近平和彭丽媛能听得进去民间高人的指点，那他们还是大有希望。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